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，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个在深圳广为流传的关于头发的都市传说，同时也是一个让人不禁深思的故事。我现在住在深圳南山一套140平米的大平层里，房间宽敞明亮，装修精致，窗外景观优美。这是我和老公结婚时精心挑选的，他说是送给我最好的礼物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都会把每个房间都打扫得一尘不染，擦亮每一块瓷砖，因为这是我的家，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归属了。我比他小18岁，我23岁刚从大学毕业，老公是台商，41岁，曾经结过1次婚，前妻在1次意外中身亡。由于年龄的差距，双方家庭并不赞同我们在一起，因此在我们结婚登记签字的一刻起，就注定了要与全世界对抗。我的工作很轻松，在老公朋友的公司做一个闲职，生活闲适优越，没有什么烦恼和压力。事情要从一个平淡的工作日说起。记得那天晚上，我刚从公司回到家，老公还没回来。我打开卫生间的门，准备洗个澡。我喜欢洗澡的感觉，水流划过我引以为傲的身体和洁白细腻的皮肤，用沐浴液把自己搓得香喷喷的，然后冲掉泡沫，带走一天的疲惫和污垢。我拿了条浴巾把身体擦干，穿上浴衣，转身拿起拖把准备擦干地面的水渍。可是我发现地上的水还积在那里，没有流进地篓。我蹲下去看看，发现地篓上有一团头发。我以为是自己洗头时掉的头发，就用手指把它捞出来，扔到垃圾桶里，然后我拿起拖把继续擦地。可是当我走到垃圾桶旁边时，我突然停住了，我的心跳加速，手开始发抖，因为我看到那团头发不是我的，我的头发是直的，那团头发是卷的，而且颜色也不一样。我的头发是黑色的，那团头发是棕色的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今天有个女人来过这里？难道她是老公带回来的？我想起了我们结婚的那一天，他对我说的话，他给我戴上戒指的样子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他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我坐在垃圾桶旁边等他回来，等着向他问清楚，等着让他给我一个解释。过了一下，门口传来钥匙的声音，他开门进来，笑着跟我打招呼，还给我买了烤串。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用颤抖的声音质问他带哪个女人回来过，他一脸疑惑地说自己整天都在公司忙碌，怎么可能回过家？我指住地上的那团头发，让他自己看看。他走过去，莫名其妙地拎起来，脸色突然有些发灰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缓缓地说：“老婆，我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不信你可以打电话核实。我今天早上9点去见客户了，老李和我一起去的，他可以作证。如果你怕他串通，上5楼的张总也可以作证。他今天第一次见到我，不会和我串通的。”我能感受到老公的严肃和诚恳。我仔细观察着那团头发，不禁纳闷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头发是自己冒出来的？我实在疑惑不已，于是站起身来走进卧室寻找线索。在床上，我没有找到任何预想中的痕迹，床铺整洁无瑕，看上去毫无动过的迹象，甚至我还能辨认出早晨整理床铺时的样子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中的紧张逐渐消退，觉得老公没有背叛我。但是当我意识到，如果老公真的没有带女人回家，那么这团卷曲的头发岂不是更加恐怖？难道真的有一个陌生女人曾在我们家的卫生间洗澡？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们似乎有意避开这团不明来历的头发。我隐约觉得这背后有深不可测的恐怖，还是让这个可怕的东西躲在远远的地方吧，不要去触碰它。然而，它似乎不甘心安分地躲着，而是在缓慢地一步步地逼近。大约1周后的一个早晨，我起床洗漱，洗完脸，我发现洗脸盆的水流速度很慢，似乎下水道堵住了。我用手指掏了掏下水口，我瞬间僵住了，手指从下水口带出了一团头发，和上次一样是卷曲的。我尖叫一声，把头发甩到地上，仿佛那是一只死老鼠。
想到昨晚还没有这团头发，我确信这次与老公无关。我仿佛看见了昨晚半夜老公和我在卧室里酣睡，而黑暗中一个女人从房间的角落里走出来，动作僵硬地走进卫生间，弯腰在洗脸盆里洗头，不停地洗。最后她洗完头，缓缓地抬起头，湿漉漉的卷曲长发中露出一张可怕的狞笑着的脸。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安稳入睡，半夜醒来想去上厕所，但想到漆黑的走廊和浴室，我决定忍耐到天亮。然而越想忍耐就越难以忍受，无奈之下我只能推醒熟睡的老公，让他陪我一起。他每次都很不情愿，但也并不拒绝。从卫生间回来后，我发现老公很快就能再次进入梦乡，微弱的鼾声不绝于耳。前2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，在黑暗中我紧紧地裹住自己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意识渐渐变得迷离，似乎已经接近了睡眠的边缘。突然，一个声音把我从睡眠的边缘拉了回来，意识重新变得清晰。我在黑暗中努力辨识声音的来源，等我听清楚后，浑身一阵发冷，心脏像被一只手紧紧地攥住，用力挤压，所有的血液似乎都拥挤到了大脑里。我确定那个声音是水声，从卫生间的方向传来，有人在卫生间里用水，一定是那个女人在洗头。我用尽全力，终于抬起手臂去推老公。又怎么了？老公有些不耐烦。我的声音像是在颤抖。听，水声。老公显得沉默，显然在静静地听。周围一片寂静。听错了吧？老公把我拉到怀里，我紧紧靠住他，眼睛还是不放心地盯住卧室门，担心那个女人洗完头湿漉漉地进卧室来。我几乎可以清晰地感应到，这间房子里除了我们俩，还住着一个人，一个留着卷曲长发的女人。我向老公提议换房子，他说换房子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我再次提议，他才不情愿地答应考虑。星期六我休息，老公去见客户。我特别害怕一个人待在家里，但又无处可去。幸运的是，在白天阳光耀眼的时候我还算安心。中午吃了点东西后，我躺在沙发上玩手机，不知不觉间睡着了。傍晚时分我才缓缓醒来，但眼皮和身体都沉得不能动弹。窗外的太阳越来越斜，房间里的光线也越来越暗。沉溺在沙发里，我看着房间渐渐产生的阴影，我突然感觉有事情要发生了。果然，真的发生了。在客厅转角的那个阴影里，一点一点地长出一个黑影。黑影以难以言喻的缓慢速度爬出来，在微弱的光线下，我看清楚了，那是一个女人，浑身湿漉漉的，一头卷曲的长发低垂挡住脸。我呆住了，但出人意料的平静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，就像死囚在经历了日日夜夜的恐惧和哭泣后，在行刑时变得异常冷静。一个长发女子用一种奇怪而阴森的方式向卫生间爬去。当她到达卫生间门口时停下来，转过头来看住我，撩开她湿漉漉的头发，露出一张苍白的脸。我感觉我曾经见过这张脸，但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那个女子笨拙地试图微笑，但看起来非常痛苦。她发出一连串含糊不清的声音，含糊地说着：“这个房子是我用命换来的。”然后，他低下头爬进了卫生间。一瞬间，我明白了他是谁。当我恢复了行动能力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在卧室衣柜的底部寻找旧档案。我找到了一个吹风筒和一张那个女子的照片，这就是我丈夫的前妻。听我老公说，他几年前在一次洗澡时，被卫生间漏电的吹风筒电死了。突然间，我的脑海中像一块巨大的荧幕展开了一个场景。我丈夫为他的前妻买了一份人寿保险，他将吹风机故意损坏，伪装成他触电身亡以获取巨额保险金。他用这笔钱买了我们的房子，开了一家公司。我明白了，他第一次看到那对头发使脸色苍白的原因。他知道那是谁的头发。我也明白了他不愿意搬家的原因，因为不管他买哪间房子，都改变不了是用他前妻的生命换来的事实。
但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如果我离开丈夫，那将证明我的父母和朋友的预言和判断是正确的，证明我自己的愚蠢。如果我留在他身边，他的爱和怀抱是真实的，但我怎么能和一个杀了自己妻子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呢？而且还有那个幽灵一样的存在始终缠绕住我们。我坐在地板上陷入沉思，无法抉择我的未来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听到了门口的钥匙声，然后是我丈夫的声音：宝贝，我回来了，我今天给你买了一份保险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。节目制作不易，新频道经营困难，恳请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